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ugar，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。今天的视频我们会聊一个很轻松的话题——书。那么在我手里现在有两种书，一种是电子书，一种是实体书。你平常会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电子书和实体书的区别。首先，电子书是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使用手机、iPad、电脑或者这样的电子产品进行阅读的书，这就是电子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的手里是由亚马逊公司生产的读书器，这是 Kindle。在这里面大概放了200多本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体书。实体书由纸张制作而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里面会有墨水印刷，书本可以翻页，这是实体书。这2本书各有什么特点？现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电子书，它的体积比较小，大概和我的手掌差不多大，而它的重量很轻，可以随时携带，放在口袋里或者放在背包里，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实体书，首先它的体积比较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，还有它的厚度，大概有1.5厘米的厚度。当你想阅读的时候，你带1本书出门，这还是可以应付的。但是如果你想同时读几本书，那么几本书加起来的厚度可能会这么多，重量当然也会更大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出门旅行的时候，我会带着我的 Kindle。比起实体书，电子书携带会更加方便。这里面放了大概有200多本书，所以当我想换一本书看的时候，我可以在几秒钟就换一本书。带着实体书出门，首先它的体积非常大，重量也比较大，装在包里会有一些不方便。如果你想同时看几本书，几本书的厚度可能非常占地方，而且会很重。所以从携带方面来说，电子书更胜一筹。我们可以看看价格。如果你使用手机看电子书，手机是你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物品，看电子书只是增加了使用的方式。像我这样买一个 Kindle， 这是我买的2手 Kindle， 价格大概在350块钱。我已经用了大概5年的时间，平均下来每年这个 Kindle 花费不超过60块钱。电子书的价格也非常便宜，一般电子书在几块钱到10几块钱的范围。电子书的价格比实体书又便宜很多。现在我们看一看这本书的价格。这本书是68块钱买的，虽然它的印刷很精美，图案也非常漂亮。如果我每年读10本书，那么可能要几百块钱。但是如果使用电子书，几百块钱可以看几年的书。同样的价格，我可以买更多的电子书，而且更方便携带。它们虽然都是书，给人的感觉不一样。选择你喜欢的方式，你适合的方式就是最好的。当你看书的时候，你阅读完一本书，你会想，我终于读完这本书了，会有一些成就感。而电子书，因为它看不出书的厚度，可能你没有那么强烈的成就感。而实体书，你能感受到它的厚度，所以当你看完这本书合上的时候，
你会告诉自己，我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。现在你还会去图书馆吗？我没有买 Kindle 的时候，我会经常去图书馆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图书馆的书特别多，想找到我想看的书，我觉得很困难，而且需要花50分钟在去图书馆的路上。对我来说，这有点浪费时间。而且图书馆很大，有的时候我只是想找一些我感兴趣的书，把书借回家，还要想着还书的时间，在还书的时间又必须去图书馆。我为了看这本书，我会花费去图书馆路上的时间、找书的时间，还有还书的时间，所以这会比电子书稍微浪费一点时间。电子书就不一样，如果你看到想看的书，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购买，就可以在电子设备上看这本书。对于我来说，这节约了更多时间。当我看完这本书，我很喜欢这本书的话，我会选择买下来，这样我想看的时候可以随时翻开。如果你想查看自己曾经看过的书、写的笔记，那么电子书是最方便的，它可以直接在设备上查看。对你来说，你更喜欢哪一类的书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想法。最后，我们要说，看书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，你可以选择在哪看，和谁一起看，看什么样的书，不管是在公共场所，或者是私人空间，不管是电子书还是实体书，没有最好的选择，只有你喜欢的方式。享受书，享受阅读，享受和书在一起的时间。那么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讨论的话题，或者你希望我讨论一些其他的话题，可以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